让你最受震撼的游戏场景是哪一幕？这款游戏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战场的震撼与残酷，也让我知道了原来游戏也可以这么的精彩。是它让我意识到，电影是看别人的故事，而游戏是你可以参与别人的故事。它的每一幕至今都让每一位接触过的玩家记忆犹新。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第9艺术吧。而这款作品在当年则被称之为射击游戏界的神。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登上射击游戏神坛的神作《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本作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虚构的2016年，距离扎卡耶夫引起的危机已经过去了5年。彼时的熊国在经历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后，前作罪魁祸首扎卡耶夫的前副官马卡洛夫带领极端分子赢得了这场熊国内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扎卡耶夫自然就被吹捧成了极端烈士，而马卡洛夫也继续引导极端分子在阿富汗开展极端活动。当然，阿富汗也是有漂亮国的驻军。此时，身为第75游骑兵团的上等兵艾伦正在阿富汗的基地进行训练。作为一名上等兵，艾伦肯定需要做出表率，他完美的演示了新手使用手榴弹的反面教材。作为被谢菲尔德将军看好的人，艾伦凭借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最基本的测试。随后，艾伦立马投身进了对抗阿富汗极端分子的行动。就在艾伦刚刚到达前线的时候，一发 RPG 将艾伦所在的车辆炸翻。这时，手持左轮的谢菲尔德将军一把将艾伦拉了起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协助己方坦克架桥。很快，在艾伦的火力掩护下，临时的铁桥成功架设。他也随着大部队登上了吉普车。大部队即将开始进发前，谢菲尔德将军完全不顾先头部队的安危，对前方大楼进行了轰炸。在一阵尘土飞扬过后，大部队向着小镇进发。由于小镇内还有无辜的平民，总部下达了没有遭到攻击就不许开火的命令。对面3个极端分子嚣张跋扈地站在阳台上，就差脸上写着我很极端了。但艾伦一行人就是不能开火。终于城市内迎来了第一声枪响，但猝不及防之下，大部队损失惨重。好在凭借艾伦过人的身手，游骑兵们很快就将小镇的极端分子全部清空。谢菲尔德将军见艾伦表现还不错，于是决定让他加入由世界上最精锐士兵组成的141特战队。而这个所谓的141特战队，便是由谢菲尔德代表的海军陆战队和前作主角肥皂所代表的英国特种空勤团共同建立。141的指挥官是普莱斯上尉，副指挥则是西蒙莱利。有条件的观众都尊称他一声幽灵。与此同时，肥皂正在哈萨克斯坦的雪山之上淡定地抽着雪茄。与肥皂一同行动的则是141的新人小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从人造卫星中意外坠落的攻击识别系统，这里同时也是熊国的军事基地。二人在冰天雪地的悬崖峭壁，借助登山镐不断向着上方爬去。在穿越峭壁的期间，小强因为太滑险些掉进悬崖，还好肥皂眼疾手快，关键时刻一把抓住了他。来到山顶的熊军基地，二人借助心跳探测器，在暴风雪的掩护下从正面潜入，并为燃料补给站提前安放好了炸药。紧接着，小强和肥皂杀进了存放系统的机库之中。可就在小强顺利取到攻击识别系统后，大量的熊军却在机库门口包围了他们。于是小强果断引爆了提前放好的炸药，趁着基地骚乱的机会，二人迅速向着外面杀去。好在经验丰富的肥皂抢到了2架雪地摩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就算是个下坡，他们也只能将油门拉满。终于在一处断崖，雪地摩托一跃而起，二人成功到达对面，并与前来接应的直升机会合。仅141特战队的2个队员就端掉了一整个敌方基地，饶是谢菲尔德也不由得刮目相看。但此时的上等兵艾伦却不是很自在，因为谢菲尔德将他安插到了熊国极端首领马卡洛夫身边做起了卧底。而在马卡洛夫的带领下，艾伦与他们拿上了一整个弹药库的军火，来到了熊国的机场。艾伦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疯狂地暗示机场的市民。随后便是马卡洛夫与他的手下开始了疯狂扫射。好在艾伦演技精湛，只挑没人的地方开枪，才勉强应付了过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马卡洛夫一行人，猝不及防的熊国特种部队只能被打得节节败退。随后他们来到了提前接应的救护车面前。对于艾伦来说，好消息就是不至于3年之后又3年，坏消息就是马卡洛夫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当艾伦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而艾伦的尸体则会让熊国人以为是漂亮国策划了这场袭击。这也意味着两国会在不久后势必会有一场战争。为了证明凶手是马卡洛夫，141特战队根据子弹来源锁定了为马卡洛夫提供军火的巴西军火商。很快，肥皂再次带领小强以及副指挥幽灵等队友来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他们发现军火商的副手后，便立刻展开了追击。小强在关键时刻一枪打中了副手的腿，在将其抓获以后，肥皂和幽灵决定先在这里帮助副手成长一下，而小强则与其他队友前往贫民窟调查军火商的踪迹。可这里的居民却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敌意，小强只能在纵横交错的贫民窟中寻找军火商。好在随后赶来的肥皂和幽灵成功发现并抓获了军火商，但终究还是为时已晚。熊国为了报复漂亮国，利用了之前肥皂和小强取回的攻击识别系统，让漂亮国的防空雷达无法发出警报。也就是说，熊国早就破解了这个系统。当漂亮国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漫天的敌机已经大举登陆漂亮国本土。位于弗吉尼亚的第75游骑兵团立即投身到了对抗熊军的前线。上等兵拉米雷斯在弗利中士带领
领下，丝毫不惧时刻会出现的敌军。他们先是占据了一间快餐店，在其楼顶架设了 M5少节机枪，面对敌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小队始终在沉着冷静的应对。敌人出动装甲车，就用 RPG 地毯式轰炸；敌人大部队集结，就用捕食者无人机应对；敌人要是动用武装直升机，那就用毒刺导弹火力覆盖。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作战，他们勉强抵御住了熊军的攻势。随后增援部队赶到，第75游骑兵团再次跟随大部队向着另一处战区赶去。途中，游骑兵收到了谢菲尔德将军的指令，前往他们附近建筑内的一处避难室，将一位重要人物安全带出。可是当他们来到指定位置后，重要人物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们只能回收手提箱内的情报。回到141特战队这边，他们虽然问出了有关马卡洛夫的情报，但也因此捅了马蜂窝。近200个敌人正在向他们包围过来，于是肥皂、幽灵和小强等人迅速向着直升机着陆点的方向逃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众人有条不紊地向着前方杀去。他们很快便登上了直升机，但中途小强却不慎从楼顶掉了下去，于是他只能拼了命地再次爬回楼顶。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幸运的是小强在最后一刻终于跳上了直升机。根据线索，他们知道了在古拉格监狱中关押着一名马卡洛夫最痛恨的犯人。先不管这个人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竟然让马卡洛夫都恨之入骨，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犯人口中查出马卡洛夫的下落。由于监狱附近的海上钻井平台已经被熊国当做了防空阵地，141特战队再次动身，利用潜艇来到了钻井平台的下方。小队悄无声息地处理掉了守卫在这里的熊国士兵，并救下了被挟持的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停留。小队坐上直升机，向着古拉格监狱疾驰而去。在抵达监狱上空以后，两架战斗机先一步展开了对敌防空压制。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战斗正式打响，数架直升机立马开始了对监狱的狂轰滥炸。可能是敌方从来没见过监狱还有这么大阵仗的，可以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小队一路长驱直入，轻松便来到了监狱的内部。但期间谢菲尔德将军却不顾还在里面的友军，任由海军轰炸监狱。可能是被发现了，脸上有点挂不住，这才命令海军停止了攻击。终于他们来到了犯人所在的牢房，但这名犯人却身手了得，瞬间制服了作战经验丰富的小强。而这名犯人赫然正是失踪许久的普莱斯队长。再次见到曾经的老大哥，肥皂二话不说将那把击杀过扎卡耶夫的 M1911还给了普莱斯。见这里即将坍塌，众人立马向着外面逃去，并通过特种锁具赶在爆炸之前成功完成了撤离。在普莱斯队长了解了大致情况后，他决定率先终结漂亮国本土的战事，但谢菲尔德将军却执意搜寻马卡洛夫。普莱斯也不惯着他，直接挂断了电话。为了尽快结束这场两国之间的战争，普莱斯队长带着141特战队潜入到了熊国核潜艇基地中。在小队的火力掩护下，普莱斯一个人进入了核潜艇内。一旁的幽灵见到潜艇导弹发射口被打开，吓得连连惊呼，赶紧让普莱斯阻止导弹发射。但普莱斯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核弹在漂亮国上空爆炸。就这样，在141特战队的注视下，核弹缓缓升空，并向着漂亮国本土飞去。回到第75游骑兵团这边，漂亮军可谓是节节败退，熊国已经大举进攻到了首都华盛顿。上等兵拉米雷斯在尽可能的掩护友军伤员撤离，甚至还得再次拿起标枪导弹阻拦敌军直升机的进攻。但由于敌军实在太多，总部下达了全面撤退的指令。可就在拉米雷斯登上黑鹰直升机后，却不幸被火箭筒击中，导致直升机坠毁。当他再次醒来，敌军缓缓地向他们包围了过来。靠着为数不多的弹药，拉米雷斯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竭尽全力阻拦敌军的攻势。与此同时，距离地面足有40万米的国际空间站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而这个飞行物正是普莱斯发射的那颗核弹。伴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在工作人员眼前浮现，漂亮国的电力全面陷入瘫痪。短短数秒时间，冲击波就来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将他向着星辰大海推去。回到华盛顿，地面的所有人仿佛都看见了自己的太爷，因为核弹在大气层爆炸所产生的电磁脉冲，导致上空的熊国直升机全部瘫痪。这些钢铁巨兽犹如下雨一般，纷纷在空中坠落地面，就连所有的通讯设备和光学瞄具都受到了影响。原来普莱斯早就意识到失去了制空权的漂亮军没有胜算，所以才利用核弹制造电磁脉冲，将敌军的飞行设备全部摧毁，为漂亮国绝地反击做好铺垫。于是趁着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机会，漂亮军立马重新集结部队，开始了围剿白宫内的敌军。可由于通讯设备的失效，游骑兵们通过广播得知了总部误以为华盛顿已经失守，于是准备对其进行地毯式轰炸。为了不让总部误伤友军，游骑兵们在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完全不顾敌人阻拦，拼了命的向着白宫的高处杀去。眼见总部即将开始轰炸，游骑兵在半路就扯开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其双手散发着耀眼的绿光，他们也终于赶在最后一刻发出了停止轰炸的信号。伴随着友军战机从上空呼啸而过，这场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的谢菲尔德将军因为在熊国进攻前发出过警告，难辞其咎的漂亮军总指挥官便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由了谢菲尔德。在谢菲尔德授意下，141特战队再次行动，前往了2处马卡洛夫可能的藏身点，一边是普莱斯和肥皂前往的阿富汗废弃机场，另一边幽灵和小强则前往了格鲁吉亚的某处别墅。他们刚刚抵达别墅区外围，就遭到了伏击，还好141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立马对敌方展开了反击。他们很快便杀进了别墅内，可在一番搜寻过后，却并未发现马卡洛夫的踪迹。于是谢菲尔德便指派他们将马卡洛夫电脑上的数据全部拷贝，拿上拷贝好的数据，小队成员边战边退。可就在即将到达撤离点的时候，他们遭到了迫击炮的轰炸，小强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幽灵见状完全不顾自身危险，硬是拖行着小强来到了撤离点。在幽灵的鼓励下，小强重新站了起来，谢菲尔德也从运输机上走了下来。在确定了数据在2人身上以后，谢菲尔德竟然直接掏枪打伤了小强。还未从惊讶中回过神的幽灵也被谢菲尔德残忍杀害。小强
强弥留之际，还在试图阻止谢菲尔德拿走数据，但这个心狠手辣的叛徒却指派手下将二人随意的扔在地上，并向他们身上浇灌汽油。此时小强的通讯器上传来了普莱斯的声音，他们同样也遭到了谢菲尔德手下的攻击。普莱斯咆哮着让他们不要相信谢菲尔德，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在谢菲尔德将烟头扔到幽灵和小强的身上后，141的2位队友因为背叛而命丧他乡。回到肥皂和普莱斯这边，他们意识到了幽灵和小强已经凶多吉少，于是普莱斯立马联系上了前座的线人尼古莱。此时的废弃机场已经乱作一团，谢菲尔德与马卡洛夫的双方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肥皂更是因为2位战友被害死，心中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无论前方挡住他的是步兵还是装甲车，都将无一幸免。肥皂所过之处尽是如雨点般的子弹疯狂倾泻。在尼古莱的接应下，他们顺利来到了运输直升机上。这起事件过后，谢菲尔德成为了拯救漂亮国的英雄，141特战队被除名，肥皂和普莱斯则被下令通缉。尽管他们孤立无援，但现在的141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他们要替小强和幽灵报仇，谢菲尔德必须死。有句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同样，马卡洛夫也想除掉谢菲尔德，于是普莱斯和肥皂在马卡洛夫提供的线索下，前往了谢菲尔德所在的阿富汗基地。而这一次行动，他们是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二人所过之处皆被清空。他们就这样一路杀进了山洞基地内部。就算谢菲尔德想要乘坐快艇逃跑，二人同样不顾敌人的阻拦，死死的紧跟在其身后。可就在他们追到一处瀑布时，谢菲尔德却乘上了前来接应的直升机，但他却忘了141特战队可是有着一群世界上最精锐的士兵。普莱斯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凭借一发精准的榴弹将飞机从空中击落，可他们也因此向着瀑布下方追去。当肥皂再次醒来的时候，他拿起了手中的匕首，并缓缓地向着飞机残骸走去。在沙尘暴中，他看见了谢菲尔德，眼见大仇即将得报，谢菲尔德突然偷袭了肥皂，甚至将匕首全部插进了肥皂的胸口。而谢菲尔德也说出了他真正的目的。在5年前的那场核爆事件中，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3万名士兵在眨眼间化为尸骨，但事情过后，全世界都只是在冷眼旁观，所以他在暗中推动了漂亮国和熊国之间的战争，从而让自己成为总指挥，成为这场战争的英雄，并为死去的3万名士兵报仇。在说完这些后，谢菲尔德拿起了左轮手枪，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候，普莱斯一把将之推开，并与谢菲尔德展开了殊死搏斗。但普莱斯却因为伤势太重，无法与谢菲尔德抗衡。看着眼前即将被活活打死的普莱斯，再想到死去的小强和幽灵等战友，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着肥皂按下 F， 匕首在一股钻心的剧痛下被他从胸口一点一点的拔了出来。在将匕首调整好位置以后，肥皂赌上了一切，将匕首狠狠地扔进了这个叛徒的眼中。经过了短暂的恢复，普莱斯从地上爬了起来，而尼古莱也赶到了这里。3人互相搀扶着，成功完成了撤离。但熊国和漂亮国的战争却还未结束，马卡洛夫也还未被绳之以法。在未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更大的危机。我是修片狂魔，咱们现代战争3再见。